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声，我是吴薇，这里是世界媒体看中国。今天呢，我们要聊聊新闻，普京最近这2天对中国的访问，还有就是西方媒体对这次访问的评价。其实，在普京访问前后都有很多的报道，所以呢，可以说这次普京访华，虽然中国人可能都知道的消息，但仍然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我们更清楚地分析一下各家媒体怎么看，并分析一下普京和习近平各自的一些诉求。这样呢，就可以对我们接下来中国会面临一些什么局面，或者有什么经济啊、政治啊各方面的前景，会有一个更好的预测。可能一些观点跟中国媒体的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不是的话，那请多多包涵，因为确实大家需要一些多样的、不同的声音。要知道，这次访华是普京第5次当选总统之后第一时间进行的第1次高调国事出访。在到达北京之前呢，他专门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在这个报道中呢，他盛赞了中俄关系，给中国戴上了一顶非常高的帽子。普京的这个举动呢，多家媒体都注意到了，欧洲、西方所有的媒体这样的一个示好呢，大家认为其实第一是改变了之前俄罗斯在中国面前曾经多年做老大哥这样一个地位，现在呢，很多媒体说感觉中国是老大哥了。普京这样一个在口头上和行动上的主动示好，也让习近平在大国复兴的梦想中一定感到非常舒适和满足。我们再来看普京这次访华带去的人，他带了他的一众亲信，从前一阵刚被解职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还有就是接替绍伊古做国防部长的经济学家别洛乌索夫，他都带过去了。这2个亲信还有一些政府的高官呢，跟着普京去中国。很明显的是，普京一个是非常重视这次去中国，2呢就是普京带着非常具体的目的，要去找习近平要很具体的支持和确认中国可以持续的给他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帮助。在普京去中国之前的这次新华社的专访中呢，普京各种盛赞中国的重要性，强调中俄2国关系非常重要，强调未来合作的广泛前景。普京表示说在近5年中俄2国的贸易额翻了一番，然后未来呢也应该在工业、高科技、太空和和平利用核能、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创新领域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个报道呢被多家西方媒体引述，但是呢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是香港的英文报纸100多年的老牌报纸了，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还有就是 BBC 也是我的前东家。这几家媒体呢在分析普京出访之前的时候呢，都认为其实中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亲密无间，习近平自己其实面对的更多复杂的问题，所以习近平的挑战是他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这个也将决定了中国在处理欧美问题时候会遇到什么样更多的麻烦。比如说《纽约时报》和几篇其他的媒体文章呢，都强调了一个点，就是说习近平在欧洲，上周习近平刚从欧洲回来嘛，他在欧洲表达了要希望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习近平在访问法国的时候还跟马克龙又说了这个意思，但是他之前提出来的就是一个明显支持俄罗斯的一个中方12点建议，其实在欧洲在各方都没有得到响应。当然乌克兰也并没有明确表达就是彻底不要中国的这个和平建议，但是其实习近平自己的表达和他现在此刻要做的决定好像是矛盾的经济学人呢就还专门统计了一个特有趣的事实，说这是习近平和普京第43次会面，还专门强调了2个人深切的无比的兄弟情，多家媒体的标题都强调了2人的兄弟情。但是这个兄弟情到底是怎么个深厚呢？很多人都又强调了，就是说中俄在此刻利益诉求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他们就采访了一个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叫马克思·赫斯。这个赫斯他说，普京此行有3个目标，要寻求中国在天然气管道、乌克兰战争支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帮助。赫斯还说，尽管普京希望在多个领域加强与中国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但是其实中国在很多普京提的具体要求方面给到的实际帮助，并没有像普京希望的那么明确。这个赫斯说呢，普京这次肯定是要为了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还要寻求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进一步支持，尤其是希望中国在军备和硬件方面要给更多的支持。而且俄罗斯希望要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利用人民币促进俄罗斯的贸易。这几方面普京的野心其实都又大又具体，但是中国之前并没有给很明确的推进。这一次普京带着这几个明确的要求去中国，中国会给出最后什么样的承诺或者礼物，西方都在看。那么我们就再看一下普京到了中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一个是昨天早晨，普京的专机在天蒙蒙亮凌晨4点就抵达北京，确实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国务委员沈跃琴还有机场军乐队都在机场迎接他了。俄罗斯普京总统的车队至少在当地北京有21辆警卫摩托车护送。很多媒体都用标题直接点出来说红地毯。这个红地毯在机场用，在人民大会堂面前也用，在礼炮声中，习近平是陪着普京走完了一个小阅兵仪式然后就进人民大会堂去会谈了。在会谈之后呢，两方又签署了一个合作文件，这个合作文件的画面也被多家通讯社反复的在发。其实很多时候画面的意义可能比文字还重要了所以呢各家媒体都说，看来这次普京见习近平就是等着中国北京从各方面给世界看，尤其是要给西方看，中俄同仇敌忾，一直一起对抗着西方，他们确实把西方当作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说，这次高调出行和高调礼遇作为演习，也就是说这次普京访华，中国给的这种高调的仪式上的表演，它达到的目的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吻合的。达到的就是说西方看到了，你们中俄就是要给西方看的，你们是好兄弟，你们要礼遇。为什么礼遇普京这个事情在画面和情感上的讯息如此重要呢？我要专门讲一下。很多中文读者其实没有意识到，从2022年普京开始进攻乌克兰的时候，欧洲和西方基本上已经把普京当作一个就是绝对的战犯了。这种心理感受和视觉感受，一般的中国观众如果在国内的宣传是看不到的，但这个其实就是欧洲人现在看普京的样子。也就是说，中国铺着红地毯迎接欧洲认为的战犯，所以西方媒体都反复在放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给出来的话外音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想强调一下这一点哈。然后我们再看路透社的标题用了习近平和普京谴责美国，承诺加强关系。这个标题是在普京和习近平已经见面之后给出来的标题。其实之前路透社有一个预测，就是说也在看到底两个人这个无上限或者叫无下限的合作关系能够深入到什么地方。路透社专门说，看来两国领导人在对抗美国这件事上是真的达成了一致。路透社说，习近平和普京有着相似的世界观，他们都认为西方腐朽和衰落，然后认为呢，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挑战美国的霸权。路透社说，二人的会见展现了对抗日益加剧的美国侵略的统一战线。而且路透社还说，中国现在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是美国和欧洲最大的国家威胁。这个地方的英文其实是有意思的，
话外之音也蛮多，因为竞争对手在英文里还是 competitor， 它是个中性词，它不是一个特别恶劣的一个词。但是路透用的俄罗斯用的是 state nation threat 就绝对是一个负面的词了，就是威胁。所以其实路透在评价中俄还是用了不同的表述。路透社是英国的媒体，路透社说注意到了习近平和普京承诺要深化已经非常密切的防务和军事关系。然后习近平在他的讲话还专门说，他和普京都同意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又强调了说，普京说我们感谢中国朋友和同事们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倡议。实话说，在事前和到达北京之后，普京都在反复强调同意中国给出的解决方案。可是有一个背景要知道，中国的12点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是非常喜欢的，欧洲、美国、乌克兰都是完全不予理睬的。但是呢，欧洲也有一些盘算和期待，就是欧洲还是期待中国在普京身上施加影响，就是欧洲也是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吧。乌克兰战争已经把欧洲多国都卷进去了，而且战事就在家门口，所以欧洲人对战争的这种情感上的压力和美国还是不一样的，毕竟不在美国的本土，所以欧洲一直怀着说服中国来遏制俄罗斯的进攻，甚至怀着希望中国能说服普京赶紧停战吧这么一个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现在各家媒体都还没有做具体的结论，我们还可以继续看。然后呢，路透社和美联社其实都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中俄两位盟友的亲密会晤显然是对华盛顿的冷落。尤其的一个大背景是，美国上个月刚派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去中国，布林肯就明确说了，希望说服北京缩减与俄罗斯的关系。路透社还强调了，习近平专门表示了，北京和俄罗斯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而且还专门有抵制西方的表述。正好我们也就再顺便说一下，这次习近平和普京会见之后，到底两方都说了什么。一个是在会谈之后呢，中俄发表了一个非常长的联合声明，从标题到文字都无比的长。其中呢，详细阐述了两国合作关系和互相支持的领域，比如说领土完整、谴责没收外国资产，这些内容都有非常详尽的冗长的表述。但是声明都尽力规避了一些争议性问题，强调两国关系不受一时一事影响。然后普京还专门说我和习近平主席保持了密切沟通和良好关系，我们双方对于俄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对于未来合作充满信心。俄罗斯要作为中国的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和中国持续拓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习近平也说，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40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1.7倍。这个数字西方很多媒体也都注意到了，也在强调。但是西方强调的重点一会儿我们再说。习近平又说要引领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这是习主席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要引领全球正确方向。习近平还说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团结壮大全球南方。所有美国媒体都引了习近平以下这段话，就是他批评美国和盟友，说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单边独霸，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这个阴魂不散是很有习风格的表述，这几年的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些表述呢，其实英文或者其他欧美媒体的翻译不出来。但是呢，这次都专门强调了，就是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在这个会后的公开发言里头，专门点了美国，专门点了西方，就是事前大家的预测目标达到了。欧洲媒体关注的是，普京和习近平表示，他们要通过扩大双边演习和作战训练，
定期举行联合海空巡逻，以及提高对挑战和威胁联合应对水平，来加强信任和军事合作。这种军事上合作的信号，欧洲国家接受到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心理感受和对战事的心情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在普京2天访华的日程中间呢，还专门公布了要去访哈尔滨。所以呢，自由欧洲这个媒体呢，还专门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普京要去访问哈尔滨。自由欧洲呢，就给他的观众们解释了一下，说普京访问哈尔滨的原因是什么呢？哈尔滨曾经被称作叫小莫斯科，哈尔滨是与沙俄有着很深厚联系的一个城市，说这个地方曾经居住过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族人，其中很多人是在沙俄建铁路期间定居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是1917到1922年，那个时候俄罗斯内战，很多人逃到哈尔滨。但是其实中国媒体就没有报道这一段，是俄罗斯曾经基本上是占领了这个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自由欧洲就说这明显是普京为了增强与中国的感情打的文化和人民情感，还有所谓的历史传统牌，但是这牌打的不是非常漂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整个欧洲和美国媒体对普京访华这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和总结呢，就是说再次能看出来中俄两国领导人确实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层面的相同性，说白了就是彼此看着对方都很顺眼。普京和习近平呢都认为西方的霸权和干涉是对他们国家的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威胁，因此他们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立场一致。外界都认为两国确实希望加强双边合作，构建一个他们认为的多极化世界，而这个多极化世界的目标是什么？是对抗西方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普京和习近平的合作呢，不仅仅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还包括他们两个人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一个共同愿景。英文这个词就是 vision，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是一致的。更具体的，普京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的具体的经济支持来缓解现在西方制裁给他带来的压力。这次会面的一个大背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在俄乌战争2年期间，其实欧洲、美国都有一系列的经济贸易制裁措施，所以在普京访中国之前，全世界的一个舆论和定调子就是说，普京之所以在俄乌战场上可以一直坚持下来，甚至还得到一些具体的推进，尤其他这次去中国之前，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有了具体的推进，关键点就是中国在持续的经济上给他的输血，但这样的输血其实就对抗了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其实欧洲和美国是非常非常的恼火的而习近平呢要干嘛呢？就是要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要形成对抗美国的战略联盟。两国领导人在这些方面上，他们是目标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说回中国，中国其实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中国呢，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存在根本对立，同时其实还在努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全球经济和扩大市场地区影响力。所以这个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上的模式对立是根本的，这个是中国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嘴上喊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在意识形态是明显的和西方民主是对抗的。但是中国在这么多年世界贸易、全球经济和尤其是进入 WTO 之后，中国必须要依赖全球的市场和全球的这个经济全球化模式。那么挑战其实是在中国身上的，就是它需要在和俄罗斯合作的同时，必须要平衡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否则也不会又一方面不断的在跟美国对话，一方面习近平自己去了欧洲走了一圈。所以中国其实还是在避免全面进入对抗困境。可是那这样的话，就中国就必须在支持俄罗斯的同时，又保持和西方的贸易关系和技术合作，然后才能确保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那么中国如何对待俄罗斯、对待普京，也就直接决定了
中国如何看待中俄关系，也就必然决定了接下来欧美对中国的恶意和对抗。未来中国在军事、能源、贸易各个领域一定会深化跟俄罗斯的合作，然后中国一定会利用各种他们认为的组织和平台来改变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方式，这个也是在中国的各种官方表述里不断的说的。但是中国必须会面对的就是西方的制裁风险。如果中俄现在加强了各方面的合作，中国要面临西方制裁风险就必然增加，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西方肯定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中国可能会在形式上和口头上更明确地站在俄罗斯一边，表示要对抗西方的立场，立场传出来就没办法阻止西方制裁了。专门再说一下美国，一个是我刚才说了，美国所有的媒体都第一时间报了普京去中国，也强调了普京联合声明中间的这个对抗西方、对抗美国的表达方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肯定会继续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之前布林肯在2次跟中国的会谈中已经说了，就是虽然你们没有直接给俄罗斯买武器，但是在军事的零部件方面，在经济制裁方面，你们都在给乌克兰战场上增加负面作用，这种美国是不能忍受的。尤其美国最近刚刚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持，所以美国这种外交手段上的这种试图分化中俄之间合作的努力其实一直在的，接下来他们还会做。但是美国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呢？就是美国一定会在各个国际舞台上加强对中俄2国的压力，美国甚至还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力度。上周刚通过的这个对中国多项产品实施的关税，中方包括习近平本人是非常强烈反抗态度的。但是嘴上反抗态度之外，普京又来了，中俄又做了这么亲密的表态，那么美国一定会有所反应的。然后美国也会寻求联合其欧洲盟友，形成更加紧密的反中俄联盟。还是延续我在这个栏目创办时的一个初衷哈，我还是希望呢更具体的给大家原汁原味的传达一些各家媒体对具体新闻事件的分析，并不是要灌输什么，因为其实各家媒体对于2国关系或者全球格局的分析呢，它都是秉承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分析框架的。那么我刚才也说了，欧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对俄国的、俄罗斯的这个战犯角色也是非常清晰的表达的。所以这些立场其实在我之前的一些分析和节目里面也都有阐述。我的希望还是觉得让大家在从不同的媒体的关注点和多样的视角和表达，可以扩展我们自己的分析思路，尽量跳出来简中圈的这种宣传主导或者二极管思维，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努力和愿望。谢谢大家观看这次节目，我们下次再见。